环球旅行出发地球最高难度副本非洲，第一站埃及。国内出发，从广州飞到埃及要坐12个小时的飞机，我屁股蛋子又开始疼了。Is here? OK。咬咬牙，大出血，整个头等舱爽一下，位置还蛮宽敞的。巴士，这次爽啊！一觉醒来，还有2个小时就到非洲了。到埃及喽！天上的视角看起来还蛮繁荣的。来埃及之前就听说这边很多骗子，以我的智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办落地前25美金，相当于人民币180，不贵。丝滑入境，顺便办一张本地电话卡，74G，相当于人民币168，也不算贵。再换点本地货币。埃及的钱看起来好劣质啊！机场出门打车20公里，收我140，我这应该是被宰了。这边不是，我花800块钱一晚，在他们市中心订的酒店，就这个环境啊！酒店盲盒时间啊，看看埃及的首都开罗，860块钱人民币一晚的，能做啥样子的？我傻眼了，这跟我们国内40块钱的青旅有什么区别啊？我还以为是不是搞错了，我反复对比了一下，这对吗？这对吗？你说这对吗？被褥床头还发霉，这算啥？算诈骗还是算我倒霉啊？而且我特意开了城景房，想看这边晚上的夜景。我这看个球啊！唉。出门旅游嘛，哪有不遇着坑的，是不是？来都来了，咱们不能因为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影响心情，对不对？保持微笑，嘻嘻。这酒店前台更离谱，我要去看金字塔嘛。酒店前台上面写着24小时帮你叫出租车的服务。我说多少钱呢？他说1200埃及镑，相当于人民币170块钱。我下楼拿打车软件一看，170埃及镑。只需要人民币17块钱，咋了？你帮我打车，你要收10倍的价格啊！该说不说，埃及的路还是修得蛮好的。这城市好像是没有红绿灯的，这边的人开车全靠车技跟命硬。终于到了世界7大奇迹之一——埃及金字塔。以前只在书本上跟影视剧看到，现在我来了。门票100块钱人民币不算贵，但这全是中国人。跟没出国似的。没想到我真的有一天可以走到金字塔的脚底下，摸着这些石头，感受它的夸张跟神奇。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面狮身像，现场看好像也没那么震撼呢。好抽象啊！这里有一个许愿池，扔人民币许愿，这些法老他要吗？他听得懂吗？来都来了，肯定要体验本地特色，骑骆驼。哎呀！哎呀！OK， 我去，那么高啊！这边的套路是真的深，真的能坑能骗。坐骆驼500，他说对呀，坐骆驼500，但是我骑着马拉着你也要500，不行的话就自己走回去。这给我拉的荒山野岭的，我咋走啊？带大家看一下金字塔的内部是什么样的，但要在景区里面再花1500埃及镑买一张门票，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块钱。这边全是本地老外，楼梯都给堵死了。这法老估计也没想到，他都嘎了那么多年了，哎呦，还有那么多人钻洞去找他玩。我去，内部的石头跟墙更夸张，这石头更方。做的跟无缝链接一样，太牛逼了！就这，爬了20多分钟，花了200块钱，就看了个破棺材，坑爹！出门坐马车更离谱，说好了500，怎么样都不加钱，结果我给了他600，他不找零钱，随便找了个理由说什么要面部清洁费。他这胡子的确要刮了。饿一天了，整点本地美食。这家店是本地网红店，看看好不好吃。全是本地老外。应该不坑啊！我直接让他上3个招牌菜，他上啥我吃啥，上来就表演了。这是啥呀？看起来像绿色芝麻糊，这应该是青菜汤吧？
但这也太黏糊了，毫无食欲啊。喜欢吃香菜的有福了，香菜芝麻糊汤。第二道菜，蔬菜炖牛肉，味道中规中矩的，但这牛肉有一点柴。第三个，羊腿抓饭，这羊腿烤得挺好的，很嫩，但是跟我们的新疆羊肉还是有明显的差距。总共吃了755埃及镑，相当于人民币110多块钱，还行，因为它菜比较硬，量比较大，不算坑。开罗塔，本地最高塔，花500埃及镑，相当于人民币70块钱，上去看一眼。塔高187米，刚好可以俯瞰整个开罗。当地旅游文化宣传引以为傲的古埃及建筑全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阿拉伯式的建筑，还有现代建筑。所以说，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能传承至今没有消失，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自豪啊！不是，哥们儿，这玩意儿是哪个天才出口到在这里卖的？哈利利集市。这个在国内网上被传为现实版的1001夜，但我走了一圈下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本地网红夜市，还有小商品批发市场。这边的东西我只敢看不敢买啊，我怕回去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着 Made in China 义乌，那我心态都得崩。这边晚上好多人在逛街啊，感觉白天跟晚上不是同一个地方啊，忽然有点不适应。之前在美洲旅游，哪个城市晚上8、9点还有那么多人呢？埃及除了旅游坑有点多，骗子有点多以外，还是蛮安全的。忽然有点怀念之前在美洲旅行，走到哪里都担心有人跳出来拿枪指着你的头要抢你东西的那种紧张刺激的快感。我果然是个变态。早点睡觉，明早还要玩。来都来了，埃及博物馆肯定要去的，门票大约80块钱人民币啊。这一片就是开罗的贫民窟，也叫死人之城。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富人住在地下，穷人住在地上。但当我深入了解了一下，也没有网上讲的那么邪苦，那么歪门邪道。其实这些人为什么会住在墓地上面呢？是因为本地有一个叫守墓者的职业，在这里从事这个职业的很多都是社会边缘人士，也有很多没办法找到工作的老人跟小孩。每当有人过来扫墓的时候，这些守墓人都会凑过来诵经啊、吟唱啊，以他们的文化方式去帮助扫墓的人缅怀故人。仪式结束之后，过来扫墓的人都会给守墓人发个10块、20块，无论是多少人，只要来帮吟经诵唱的都会有。所以并不像网上讲的那么的邪乎，跟鬼故事一样，恰恰反映了当地底层人呢、社会边缘人士只是一种讨生活的方式而已。垃圾城顾名思义，就是整一个开罗收集垃圾的地方。这一整个城区都是要处理开罗的垃圾来讨生活。我都不知道这边的人是习惯了还是失去了嗅觉。我就坐在车里面，我闻到这味道都想吐了，我的眼睛都要被熏到翻白眼了。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在这里生活，带小孩读书，牛逼。再穿过垃圾城去洞穴教堂，到洞穴教堂里面还能闻到底下垃圾城的一股臭味，打个卡就走。尼罗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我花了700块钱人民币租了一艘船，在上面游3个小时。不单风大冷，而且水里面巨臭。就这水质，就这体验，还不如回去杭州游西湖呢。听劝啊，游尼罗河这个项目大家不用来，再花700块钱人民币包个车去埃及的北边玩，反正被谁骗也是骗，还不如被一个人骗。这是我的司机，
阿杜 Hello, ，Hi， my friend.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出了门才发现车门关不上了，现在修车门。这车都破成这样了，也能上路啊！而且车标都没了，这是啥车呀？高速修的挺好的，就是有点眼熟，不会又是咱们整的吧？开了4个小时，终于到了马特鲁。我是真没想到，这里靠着地中海那么好的出海口，还是那么穷、那么破、那么旧。这海岸线是真的美。虽然今天的天气不好，但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海还是很蓝、很清澈。夏天来这里玩应该挺爽的，但是旅行嘛，永远没有最好的季节。走到哪儿算哪儿，大风大浪的也不错嘛。开了8个小时的车，就奔着这个盐湖来的，太美了，跟蓝宝石一样。来都来了，高低下去揉一圈。这里的水有点冷，热热身。据说这个盐湖的含盐量比约旦死海的还要高，高达95%。据说你无论是怎么游，它都沉不下去。就让我这个200斤的胖子看一下是真是假。海的实测啊，不坑啊，就算不会游泳也沉不下去。这真的很美很好玩，我能搁这漂一天，巴适。就是上岸了之后浑身都是盐，跟原始人似的。再顺着这条了无人烟的沙漠公路开4个小时，到撒哈拉沙漠深处的一个绿洲城市西瓦。这边就应该属于埃及的乡下农村了。倒是到了，但是这跟我想象中的绿洲不太一样啊，跟我玩过的游戏吃鸡地图倒是挺像。这是鹰吗？头一回那么近距离看，这看起来像鸡呀！你看，虎皮凤爪。更屌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埃及，你在哪？想你的风都吹到埃及了，哪个人才贴的？在埃及旅游，真的到哪儿都是中国人，太牛逼了！这里叫沙利古堡，是游戏《刺客信条》的取景地，这里也有很多年的历史。刚好在这里可以看到城市全景，还蛮好看的。不是哥们儿，大运摩托都卖到这里来了，牛逼呀！天黑了，又饿一天了。再整点正宗的本地美食。在埃及旅行，无论是吃的、喝的、玩的，基本都是有2个菜单，一个老外菜单，还有本地人菜单。这次最划算的就是请了这个司机，所有都是他去点，就相当于行走的优惠券跟会员卡，老划算了。鸡肉通心粉、烤牛肉、烤鸡腿，给大家解一下疑惑啊。为什么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会比国内瘦得快啊？在大部分情况下，老外做的这些饭就是卖相巨差，跟欧里给一样，吃的话也不好吃，甚至是难以下咽。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宁愿一天不吃东西，都不想吃这坨欧里给。看看跟着本地老外花80块钱人民币一碗，能住啥样的？钥匙还在门上，这咋开？哦，哎呦，还蛮大，卫生间也干净，还有个小阳台，不赖嘛！啊，居然还送2瓶水，这我就不用拉肚子了。再看看被褥咋样啊？还行，床芯居然不发霉，赚到了！完，再开13小时的车到埃及的南边玩。唉，花了700人民币一天，还让我开，我花钱，还得我打工。You ready, Ado? Yeah, I'm ready. Yeah, I drive is very good. You sleep, okay? Bye bye. 出发！埃及不但没红绿灯，
我感觉连交通法都没有，开了大几百公里了，一个限速标识也没有，交警也没有，感觉在这马路上就是看你命有多硬，你就开有多快。而且这埃及南边也太荒了吧，开了800、900公里啊，别说人了，连鬼影的没一个，全是这些荒漠啊、戈壁呀，一条马路到底。哇，坐得腰都乱了，终于到卢克索了。这才是法老的那一个尼罗河嘛，那开罗的是个啥呀？挺好看的。埃及还挺有味儿的，基本他们的所有景区购票处都有中文解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神殿，古埃及唯一一个女法老啊，过来打个卡，门票人民币60。奇了个怪了，这边旅游景点好像都是本地老外，一个中国人都没见着。这壁画还保留的挺好的，1、2千年过去了，居然还不掉色，有点水平啊。这是石雕啊，技术不赖嘛。这里面没啥特别的，过来打个卡就可以走了。这里叫帝王谷，葬了很多古埃及的法老，相当于咱们古代皇帝的墓陵。这里也是埃及旅游中精髓中的精髓，来都来了，买张最贵的票，380块钱人民币。17号墓法老赛提一世，是整一个帝王谷保存的最好、最豪华、最牛逼的。Yes, check. One. Yeah, one. 哇，还蛮气派的，这些石雕也很精细。哎，这我好眼熟啊！这就是那个美剧《月光骑士》的同款甲虫，叫什么苏来着？你好啊！哇，里面的壁画保存的好好啊，雕刻的好精美啊。最里面的这片更好看，石雕的细节刻得更好，颜色更多，保存得更好。哇！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意思，画的是什么意思，震撼就完事儿了。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这不英雄联盟里面的苏瑞玛吗？每人头上一个太阳圆盘。这不沙漠死神匡莫图夫吗？两兄弟要飞升了。这里就是葬赛提一世的墓穴啊，之前就是葬在这里面的，不让进去看了，怪可惜的。而我刚才跟工作人员确认了一遍，这就是赛提一世，还蛮英俊的啊。埃及旅游吧，好玩有意思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如果你喜欢海，可以去马特鲁看地中海，也可以去赫嘎达看红海，那边性价比又高又便宜又好看。喜欢人文的，这里有古埃及文化；喜欢拍照的，这里随便一拍都蛮出片的。但是，埃及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第2次了，全都是骗子。在这里，你要用你的所有恶意揣测每一个人，你才能保护好自己。哪怕你看到所有的官方工作人员都是奔着骗你钱来的。在咱们的思维里面，热情啊、乐于助人啊，这些都是良好品德，但在他们的眼里面，那就是赚钱的工具。顺手帮你拍张照要钱，给你指个路要钱，巴不得你呼吸的空气，他都要挣你的钱。这屌毛也是一肚子快水，开车开到一半，加价1万，让他买东西吧，乱报价是吧？然后这开大几百公里路。他敢问我要3、4千块钱人民币，咋了？你是开车开到中国去了 ？Yes, my friend, it's right. Yeah, yes, very good. 尼罗河的日落还蛮好看，蛮有感觉的。最后再早起做个热气球，看日出。On a boat or a train or in a airplane, there's nothing I'd rather do. When we fly in the sky, yeah, we go so high. I got the world with you. 去到每一度，現界總會有得嘈，難道繼續困死入10小氣度？我有一路，清楚就我有幅圖，行和數來任你講，間不好做。